你后面你觉得你还有很多可以给我们惊喜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很小的一面。哦，我觉得你的优势可能在音乐剧，音乐剧是吗？因为你音乐剧更偏舞台。对，是，确实也是。你看昨天一下就给 J Park 就是感觉在看木兰。木兰里面的将军过来的一样，好棒。就是也挺想在这个舞台上，就是呈现一次偏音乐剧的那种风格的，因为感觉很适合，确实是很适合。肯定会有的，肯定会有的。你真的是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是有东西可以吸收到的，就是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那种竞争啦，什么那种一点都不会有。很意外也很开心的是看到一个非常自信的你。对，还可以了，还可以了。我觉得不愧是给我们女侠一个感觉，就是觉得都不怕。每个身体情不自禁。我所有期待，所有的爱，为什么不明白？你与我心谈养心殿，百步临山，写下万几页，抽读几篇书也罢，只填没在大海。是现在我所有期待，所有的爱，为什么不明白？说的话为什么不记得？为什么不记得？春花是秋是模特，也是过的，眼神相爱，他们总是过客。我猜想，说唯有伴侣生长，无法放弃，无法对墙。是现在我所有期待，所有的爱，为什么不明白？说的话为什么不记得？为什么不记得？他到底用什么灌溉？用什么来爱？用什么方式？用什么去对待？每个身体情不自禁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吴瑶涛，今年19岁。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多，在音乐方面我会自己写歌，也会弹吉他和钢琴。然后在体育方面我会打羽毛球和篮球，也获得过一些奖项。哦，文武双全啊！为什么来参加一个音乐节目？你要介绍你的体育项目啊？感觉没有什么可以介绍的。我的舞台数量是0个。吴瑶涛的第一页的简历都是555，仿佛昨天才出生。哦，你是 rapper？我不知道你是唱 rap 的。
所以你是 rapper，你不是 vocal。对。OK， 哎，这有很大的反差。包子。哎，对对。涛。作为一个 rapper 的话，其实还是会跟传统的一些 rapper 会有一些不同，可能。平凡者吴瑶涛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初舞台我准备的歌曲是《牧野荒原》，这首歌其实是写了我爷爷的一生，讲述了老一辈的一些故事。1947年，我生于破旧村庄里，我的父亲蹲坐云边抽烟，已不知去向了。母亲每天早出晚归，为了能让我吃上口饭，那皑皑火光从山野烧到了我的臂膀。18岁那年，我站在暗夜的村口，回头远望，母亲垫的3寸一族黑白发丝超过麦芒。自此，默哀石墩上总多出于佝偻声音，昨日念叨什么远方的我也无从得知了。22岁那年，我如愿娶了一个漂亮妻子，虽然她没什么文化，也识不来什么字，我只记得候鸟来来回回的飞了好多趟，不知怎的，儿子女儿在哭泣声中也渐渐长大了。那年夏天，母亲为何被装进了冰冷的箱子里？远方赶来的孙子与我跪坐灵堂，却沉默不语。也对，幼小的他定位，母亲才以我捉迷藏，只是情比10分酒壶里添了些许重量罢了。后来我被儿子女儿接到了高楼大厦里，我说还是乡下凉快，他们好不过还是回到了家里。只是村口的石墩上落了灰，母亲没法坐着了，我以为这村子一起陷落小小的盒子里。你在遥远的天边过得好吗？不要再藏起地瓜给我吃了，孩子不孝啊，让你受了苦啊，等来世再还我照顾你。夕阳木从下沉的孩童在遥望渡口，人进入车流的跃马行走，约会了在他思念远走，残破的话，不真的话，雨漫着疾风，风雨残下，正着前行行地下光幕，黄历一梦也罢，边上这早已是人没有鱼儿的港口去，不要忘了关于高楼大厦，人们还在寻找什么呢？装北方的燕子迎着开往南方车载中竹碰响，装逼有了零落山丘的雪或花。小时候爸妈带我去看过的胸口碎大石，长大后会明白大石碎胸口才是现实。只记得抽出了满纸肥胖的城市，大人的事实就像狂放孔子所规博的语言消失了，一把火能把肉体烧灭，却无法烧毁思念，像雪能把岁月染白，却无法染指人烟。放了的笔记被童年的故事书，把头发的老人与坟头诉平生苦。人间太荒唐，物是人非两茫茫，不到云烟不诉唱，悲歌唱晚送月下。哇哦，好感人。你先说话吧。哇，现在你看你把ella姐唱的眼睛里面就只有泪水，你也激动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吗？因为她太真诚了。对，你说所有的东西都抵不过她的真诚。她在唱到那一段，就孩子不孝啊，让你受了苦，等来世再换我照顾你吧，就是就那一下，你就会回想到很多自己是不是有做过一些可能后悔的事情或怎么样，让我觉得你太棒了。你刚才那个那么汹涌的情感丢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大家真的都是被你震撼到了。对。然后
后我在看你表演的过程中，你后面节奏来了，然后你很激动的唱歌，你的那个手的颤抖，然后每一次你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好像回到了那个当时，回到跟爷爷在一起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，因为他真的是由心而外，真心的想要诉说这件事情，这是非常珍贵而且很难得的，因为你才19岁，你是不是时不时会被自己感动的到红鼻子，对吧？其实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很多场景。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故事，是我在6年级的时候，然后一天下午，我爸就是红着眼眶，然后到班门口，他就什么话也没说，就直接把我带出去，然后我就坐在车里，我第一次见到他眼睛那样红，就是已经哭肿了。然后就把我带到了我们老家的那个祠堂，所有人都在哭，我爷爷、我爸爸他们都跪在棺材前面。我太婆去世了，我爷爷的妈妈去世了，然后我当时跪在那里，其实完全没有眼泪，就是我感受不到时间的一个痛。然后其实当我越发长大之后，我就会开始越来越有感触，像我奶奶去年赤脚摔伤了，那时候在大学，她在医院，她说我跟你就是一辈子的，就站不起来，但是保佑你们以后大，所以我就觉得时间真的是一个很残酷的东西。Wow, like this young kid is talking about his grandpa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 grandfather, and he's just kind of after the interview, he was like, "Yo, I just want my grandpa, my grandma to be healthy, and my family." Like that sincere heart goes a very, very long way in any industry, not just music. 好，那我们3、2、1，一起秀出我们的实力值。3、2、1。什么？哇，真是给了100分的，真诚就是最重要的。谢谢老师。他老让我想起我自己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2个特别像，尤其是我刚出道的时候，最原始的我。他在舞台上的局促，他的扭麦克，他甚至有点驼背，然后包括他的不知所措，他的眼神甚至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落。然后在他表演完之后，他是能够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到别人心里去。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很巨大的才华，完全把我
冲破了我所有的理智吧，因为其实里面也就唱了4、5句歌，但是那一下就是没有办法，我觉得这舞台魅力就把我抓进去了，让我脑海里面浮现出了很多画面。平凡者吴瑶涛共获得386.30荔枝。落分，哇哦！第7名。你目前的排名为第3名。哇塞！哇哦！哇哦！大黑马，大黑马，天哪！你们这些平凡者，一个一个都是不平凡的人，全部靠裸分都对，好厉害。你有想过你有这样子的成绩吗？我其实没有想过，我是觉得其实我参加这个舞台其实是比较垫底的那一种。哎，你别这么想，我们都是有良心的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你，请回座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但是他这样也很危险。对，我也要问一下周深。对啊，你说他很危险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他第一个舞台太好了，后面怎么办？对，其实压力会很大。哎，有一个是一个嘛。对。啊，是吧，涛涛？有一场是一场，对吧？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要亮出我自己的喜欢的分儿。我最担心的是姚涛，因为他凭着一股真诚的热血，一股真诚的胸怀感动了所有人。他又太年轻了，存货不多，所以我觉得他很难去续住他当时的那个经验，反而那个经验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落差，所以我会担心他后面的作品呈现以及他自己的一个心态。为什么你会想得那么深呢？因为我在舞台上有一个很大的压力，就来自于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唱好这一场，我就没有下一个舞台。舞台是一个需要争需要抢的地方呢，留在舞台上真的很难的，没有那么简单的。